苏州，一座古老与现代兼具的城市。古典园林低调富足而恬静。义庄，中国最早民间慈善机构。从施粥赈济到邻里互助，800年来，富饶中不忘济贫扶弱，积淀出苏州富中之富的善行底蕴。筋骨繁华，慈善行至现代，人心之美，演绎出苏州心灵丰足新面貌。2010年8月20日，经国务院批准，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正式举行挂牌典礼及揭牌仪式。在两岸关系处在一个非常敏感的困难时期，慈济人率先搭救了两岸同胞心灵沟通的桥梁。这份肯定来自过去付出的累积。上世纪90年代，长江淮河流域每隔几年特大洪患酿灾，尤以1991年仲夏华东华中大水灾，多达19省受难，2亿人无家可归，从而开启两岸善缘。打击节好，我接触当中，我感觉到这个一个最受感动的，并不是这个俯视弱势群体，而是仰视弱势群体。他们给弱势群体做了好事以后，他们要感恩的，感谢你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，能够了解你们的情况。感谢你们能够让我来帮助你们，是吧？这个给我震动非常大。90年代中国正以世界工厂之姿极力发展出口外销，但沿海与内陆仿佛两大世界。因灾救助，慈济慢慢累积下赈灾经验，从而开始思索如何由广度转深度。如何配合政府精准扶贫政策，有计划的长期扶困，真正协助偏远乡亲转贫为富？贵州以喀斯特地形著称，石多山瘦，田少土瘠，是世代贫困主因。乡总人口有11万多，贫困人口可能在5万多。就这样，这就是我们的环境，没办法。就是很想改变。要能扶困脱贫，必须与恶劣环境切割。2000年，结合迁村、济贫、助学多面向的扶困专案，正式在贵州开展。董架乡某间村开工典礼，表示最热烈的祝贺。青茂街1名新生的父老乡亲，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国军领导。当年，蒋本荣身为村长，代表致辞。搬到新村后，有机会承包工程，同时善用新家位于公路旁的优势，
和太太共同经营杂货铺。过得去？过得去，生活。有没有500一个月？有。那以前在山上种地一个月赚得到500吗？一个月50块钱赚不到。不到10年，蒋本荣一家生活翻转，不但有能力资助女儿开设店铺，还帮程家的儿子在县城购屋，投资成立租赁公司。以前我们这一年找几千都很难，现在我们的家庭都改善很多了。你看现在有冰柜啊、洗衣机啊，基本都电视都普遍了。10年，9个移民村相继落成，交通便利了，资讯无碍了，眼界思想也随之开阔了。孙子，你告诉我，你长大要做什么？长大打工。小的时候梦想是打工，那我现在的梦想是读书。这样的转变是为什么？因为很多师傅都告诉我，有人会打工打得很好，他不能告诉我读书会不会很好，但是他相信我在读书的陪伴下不会孤单。在没有母亲的这10年里，是您陪着我一起走过那段岁月。在我孤单时，您告诉我书是最好的朋友，于是我爱上了文学。我是一株路边的野草，我想要长大，长满这片山坡，风吹过的地方带给您一路的风光。我是一株路边的野草，带着慈济母亲的爱，疯狂地生长着，去长满那片属于我的山坡。自1997年起，20年时间，助学不间断。当年的小春枝和其他助学孩子，如今亭亭玉立。考取大学后，利用寒暑假回馈家乡，陪伴偏乡留守儿童。加油！加油！黄土高原水土流失严重，世代高原百姓的宿命是天天与水奋战。1998年起，慈济支援政府抗旱工程，援建近2万眼新式水窖，解决百姓常年吃水难题，被当地人誉为“幸福水、致富窖”。相伴了10年。少数山区却敌不过气候变迁，空有水窖，老天不下雨。没有收成啊，那旱了你了，这些个你了，老树你了，吃掉了。2007年画面里，王守广守着老家田地发愁，为了养活一家人，农忙结束，只能挥别妻儿，远赴外地挣钱。你们给我一个指点，我会把地情能挑起，相信不相信？我就是条件太差。延续贵州经验，抗旱扶贫思维促使新一波慈善行动。第1期210户来瑶慈济新村，第2期300户白塔慈济大爱村。请允许我宣布，五河乡白塔慈济移民新村正式启用。苦旱地上，终日盼水农民，自来幸福清泉。有没有用过这个东西？哦，我没有用过这个东西，我活了半辈子没有用过这个东西。甘肃千村移民计划首选交通便利、黄河提灌区，有水利，能栽种高经济价值作物。搬下山，闲来下棋，不愁没棋伴。新村热闹了，戏班子来了，市集也来了。
而曾经许下豪情壮志的王守广，现在身形圆润许多。通过自修考取医师证照，受聘在自家新村执业行医。忙碌、踏实，心里踏实。那种血浓于水的精神。这个特大，我们在对大陆有一些受灾地区的人民的那种慷慨捐书，那种温暖，那种爱的心。所以我们想借此这样一个机会呢，表达我们的感情。同年，慈济在苏州净慈书院正式开展慈善、医疗、教育、人文4大志业，成为首家由境外非营利组织成立的全国性基金会。从最早走进大陆救灾的初衷，如今已孕育出千万个心念，心念汇聚，在512川镇中，更化作难行能行。地震让灾区孩子童年蒙尘，13000多所学校毁损，9成都需重建。2年后，13所希望工程落成启用。2013年，420雅安地震，继续援建3所希望校园。10年时间，人文理念点滴注入，希望萌芽。希望那些。迈入21世纪，从北京奥运到上海世博，中国以傲人姿态登上世界舞台。经济如高铁奔驰前进之际，也有越来越多人换搭另一班心灵慢车，从心启程富足之旅。2016年6月，一场龙卷风袭击苏北的盐城市。请富林的爱心人士赶快过来救援，好多人被埋了。仅仅20分钟，狂风暴雨瞬间夷平许多乡镇。来自华东地区、上海、昆山、苏州、南京慈济人，第2天抵达勘灾。埋就这里的，埋在这里。300多个慈善基金会在这里，几乎你想到要做的，每个人就是别的基金会都有想到要做。慈济可以用慈济的人文关怀来带动。一样是送上及时的慰问，不一样的却是引领受助者自立而后利人。祝愿感恩您为大爱屋付出啊！感恩您为大爱屋付出啊！感恩。感恩。他们的大爱。我就感觉他就跟第2个家一样，不仅经济上帮助你，也从思想上，或者给我们带来一些精神上的影响，都是比较乐观向上的。我能站起来找到我先生，家里人全部都很开心。他们就是在农村讲说，这是我的命，他说这是我好命嘛。队伍手上会拿
循着千年地善的时光卷轴，善的力量能跨越樊篱，沁润人心。承继苏州城千年善行底蕴，慈济演绎出现代慈善内涵，是进一步启发人性中善的良能，在有限生命中迸发无限善力。